都说母爱是伟大的，母爱是无价的，我却痛恨着我的妈妈，因为她是个让我受尽嘲笑的傻子。我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小山村，从小我就知道我的妈妈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，虽然都是买来的媳妇儿，可是我妈妈却是个傻子。她总是流着口水，浑身臭烘烘的陪着我玩，嘴里叫着我宝宝，脸上带着憨笑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还真是挺喜欢跟她玩，甚至以此为荣，就是觉得呀，别的孩子都没有妈妈肯陪着他们玩尿泥，而我妈妈就愿意。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别人骂的傻子闺女是个什么意思。直到有一次，我不再跟傻子妈妈玩，因为她丢光了我的脸。那天下着大雨，我在村里上学，放学的时候我就看到她满腿的泥泞，浑身湿透了，脸上还带着泥点子，过来接我。她一到校门口就扯着憨笑，流着恶心的口水，踉跄地冲过来。她说：“宝宝，给你雨披儿。”我没有接她的雨披，因为她给我的是一个蛇皮袋子折成的三角皮。真的太丢人了，别人都是顶着好看的雨伞，而她只能给我这种丢人的蛇皮袋子。旁边的同学都叫喊着：“哟，快看，林青的傻子妈妈来送校衣来了！”哎呦，那还真是，是不是家里死人了呀？搞不好真是啊，不然这大雨天送校衣来啊！我的脸挂不住了，那个米白色的蛇皮袋子一折顶在头顶，那可不就像是校衣吗？看着别人的家长拿着好看的花伞来接，我就觉得我这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，才有这种丢人的妈妈。身边的人越来越多，嘲笑声一浪接着一浪，我那傻子妈妈还不知羞耻地傻笑着，而且还用她那脏手把恶心的蛇皮袋子往我的头上顶。我脸涨得通红，一把把他手里的蛇皮袋子打到地上，再使劲儿地把他推倒在地，然后死死地盯着别人手里的花伞，怨恨地淋着雨走了。那天我一路哭着回家，我妈从地上爬起来，带着满身的泥泞，丢人地追在我的身后，恶心地喊着宝宝。我扭过头，大声地在雨里骂她。我说：“我不要傻子当妈妈。”她委屈地捏着手里的蛇皮袋子，一脸的雨水，仰着脸看着我，不停地跟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宝宝。”我只觉得更加的心烦意乱，也更加的痛恨我为什么不生在一个好的家庭。那天我怒喊着我不想理他，我还告诉他我不要他每天跟着我，我不要丢人的傻子妈妈。回到家后，我就赶紧殷勤地打了很多的猪草，然后再嗫嚅地问我爸能不能给我买一个别的孩子用的那种花伞。我爸正在喝着啤酒的手一巴掌就扇在我脸上，我耳朵嗡嗡地摔倒在地，吓得浑身哆嗦。他丢下手里的酒瓶，瞪着我朝我身上啐了一口：“死赔钱货，还来要钱啊？老子上辈子欠了你多少啊？要让你这种赔钱货这辈子来跟我讨债！”他骂骂咧咧地走出去，我奶奶在旁边也是瞪着我：“死赔钱货，真是个讨债鬼！”
再想败家儿，我就把你这赔钱货卖喽。奶奶狰狞地说着那话，还不忘狠狠地在我大腿上拧我。她一边拧着我，一边喊着问我还要不要钱了。我尖叫着，喊着我不要了，再也不敢要了。我疼得直哭，却委屈至极。却不想就在我刚哭出声来的时候，我的傻子妈妈撞开门跑了进来。她还是那一身的臭气，满脸的泥点子，带着满身的泥泞，看着恶心而又污秽。随即她就疯狂地一头撞在我奶奶的肚子上，一下把她撞倒，然后张牙舞爪地咬住奶奶的肩膀，嘴里大声地喊着：不准打宝宝。我奶奶气得不行，大声地叫我爸。我爸扯着我妈的头发，就把她提起来，使劲儿地扇她，再用脚跺她的胸口。她疼得直叫唤，却还是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：不准打宝宝。我听到我爸咒骂着我妈，说我妈是个占地方的傻子赔钱货，还说我跟我妈一样的没用。我吓得赶紧跑回自己的小土房，捂着嘴巴缩在墙角，听着妈妈的惨叫。我不想被卖掉，所以我不敢再要伞了。听说我妈是被买来的，然后才会变成这样子，我可不想成为我妈那德行。后来我妈被我爸打了一顿，丢出家门。我偷偷地给她朝地上扔了一个馒头，就当是感谢她了。我想我得省着钱，然后再听话一点，这样我爸就不会把我给卖了。可是事情总是不朝我想的方向发展。我上6年级时，我爸往家里带了一个女人。那个女人抹眉画眼，穿着一件红裙子，扭着屁股来到我的家里。我不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，只知道她一进来就指着我说：我爸能养这么大个姑娘，就不能多付点租金吗？我这才知道，这是我爸租来的扭花女，也就是租来生娃的。本来我妈当初也要被租出去生娃，可是因为我妈傻了，整天流着口水太恶心，还老是咬人，被退回来几次之后，就没人再愿意租我妈了。后来我爸气得不行，就把我妈扔在外边放养，然后我就看着他们讨价还价。随即我爸挠挠头，上来就提着我的领口把我给拖了过来。他说最主要是我虽然14岁了，但是月经还没来，必须得养上2年才能卖个好价钱，并不是家里有闲钱才养我。他一边解释着一边杀价，还念叨着那实在不行，到时候把我卖了就多租他几回。这话一出，那女人也跟着伸手过来，腾腾地翻腾我身上，连连的点头，然后继续跟我爸掰扯租金的事儿。我却是吓得一下子跪在地上，我抱着我爸的腿，吓得眼泪都飙出来。我喊着我不想被卖。在那个年代，村里光棍多，女娃少，根本就找不到媳妇儿，所以我们那个落后的村子里，一般女娃娃1到14、15岁就可以卖给人家当媳妇儿了，或者家里有儿子有闺女的，还能拿闺女换亲，实在找不到的也可以去外面买外地的女娃。听说隔壁的张二牛就是被嫁给隔壁村的，可是这几天我又在村子里见到她，说是被租到林大壮家生孩子。我很害怕，我不想当个牲口被倒来卖去的。我爸却一脚把我踢开，然后转头就扶着那个红衣服的女人。我听到他说我妈那傻子不配合，他就找人给我生弟弟。
我吓得钻到小土房的时候还是浑身的发抖。不过我也明白我爸为什么会找这么个女人，那应该就是因为我那个傻子妈妈整天不配合我爸，还一直在咬我爸，这就导致生不出弟弟，所以我爸才找人生。都怪他，要不是他就不会有这个女人出现，更加不会想着把我给卖了。如果我那傻子妈妈乖乖的生个弟弟，我是不是就不用被卖，最多也就是换亲呢？起码不会被租来租去的给好几个男人。那天我爸跟那女人的价格没有谈拢，气得把我打了一顿，然后就开始跟我奶奶商量，就说要不提前就把我卖了吧，然后再租个媳妇儿生个男娃。我吓坏了，那一夜我在土炕上哭了一晚。我知道我不能继续坐以待毙，我就主动的去村子里找我的妈妈去了。我妈平时并不在家，因为她傻了又不配合生孩子，所以我爸不让她吃家里的饭，因此她就只能常年在外面找垃圾吃。以前我还经常偷偷给她拿吃的，后来因为太丢人，我也不理她了，反倒是她经常回家偷偷的找我。最后我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找到我的妈妈，她卷着烂衣服在槐树底下也不说话，就瞪着远方。那一刻看起来还是正常点儿，只是我叫她一声之后又打回原形。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泞，傻笑着看我。我轻柔地走到她跟前叫她妈妈，她似乎愣了一下，然后却又很快地傻笑起来，叫我宝宝。我把她偷偷地带到山里的小溪旁，拉着她发臭满是泥污的手，温柔地叫她妈妈。她又哭又笑的，很是开心。最开始我是想给她洗澡，她还反抗，一直说着不行，怕。但是我叫了好几声妈妈的时候，她还是同意了。我仔细的在小溪旁给她擦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再把身上的衣服都洗了洗。最后虽然没有洗得太干净，却是也能见人了。甚至在我给她洗干净的时候，我看着面前这个长相精致的女人，我都纳闷，这是我的妈妈吗？我那傻妈妈除了瘦得吓人之外，那五官却是意外的好看，除开那黝黑粗糙的皮肤，算是一个美人。我拉着傻妈妈说带她回家，她一下就不乐意的开始哭，然后坐在地上坠着身子不起来，开始跟个孩子一样的耍赖皮。不回来，怕。她固执的说着话，然后鼻涕眼泪又开始抹起来。我一再的诱哄都没有用，后来我也生气了，对着她吼，她却也只是委屈的哭，念叨着不回家不挨打之类的。我在小溪边看着不争气的傻妈，知道自己也没救了，忍不住的哭了。她吓得赶紧哄我，我使劲推她，这一推一下子把她推到溪水中。看着刚洗干净的身上又脏了，我哭得更凶了。我说她不回去救我，那就看着让我爸把我卖了吧。现在我爸要租扭花女生娃了，没钱租就得把我卖了。我这才14岁，马上我就上高中了。我这话刚落地，他一下就吓得抱住我，说不准卖宝宝。他的怀抱让我愣了几秒，他好像很久没有抱过我了。刚洗完澡的他身上也没有臭味，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我眼眶忍不住的发热，竟然有点贪恋这种感觉。然而我却很快又清醒，我得自救，
而不是同情别人，我瞬间就知道该从哪儿下手。我开始哄他，我告诉他，如果他不回去给我生个弟弟，那我爸就要卖了我。如果把我卖了，到时候我就不能上学，还得去给人家生孩子。那一刻他好像听懂了，虽然还是紧紧地抱着我，但是他开始念叨：回去生弟弟，不卖宝宝，不卖宝宝。他的话让我心里莫名的一暖，甚至有点不忍心了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她本来就是我爸的老婆，生孩子也不过分。那天我把妈带回去时，看着干干净净的不哭不闹的妈妈，就连爸都震惊了。虽然我妈还是傻，但是却不再对着我爸呲牙咧嘴大打出手。她乖巧地低着头看着脚尖不说话的样子，真的很美。那一晚我窝在小土炕上，听着傻妈的哭声和尖叫。我用厚厚的棉被蒙着自己的头，努力不让自己听到那种声音。可是那声音就像是钻到我的心尖上，颤得难受。那一夜我知道，我或许不用被卖了，只要傻妈生出弟弟，到时候再怎么样也会等到弟弟长大。就算到时候要换亲，我也已经上到高中了吧。等上了高中，我就到镇上了，惹急了，大不了我就不回来。那一夜我睡得格外的香甜。我想我的美梦会随着弟弟的出生慢慢的好起来。不久，我那傻妈怀孕了，我爸对妈妈也好了很多。有些时间里，我觉得有点幸福，甚至我觉得当初做的是对的。他虽然还是整天流着口水说着傻话，但是他却不怎么反抗，也不打人了，成日里又开始黏着我，甚至有时候还能利索地跟我说上两句话。我甚至觉得妈妈好像有点正常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傻妈每天都是病殃殃地看着蓝天，只有在我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她会笑。我想这样继续地坚持下去，只要生出来是个男孩，到时我和傻妈就会好起来。傻妈不用挨打流浪，而我也不需要被卖掉。可是并没有想到故事的发展总是不由我控制。9个月，我妈要生了。那天我就坐在门外，听着傻妈在里面尖叫着，一声又一声，凄厉无比。我害怕的冷汗涔出，死死地攥着拳头。那一刻我有点害怕傻妈出事儿，她叫得那么厉害，一定很疼。我提心吊胆地蹲在门房外面，盯着那窗户映出的人影，心慌意乱。直到我看到里面的接生婆两手是血地跑出来。她说我妈难产，她不敢接了，再弄会出人命的，还说要让我爸带去村口赤脚医生老刘那儿去。我爸气得一脚踢翻地上的小板凳，嘴里咒骂着。他骂我妈是个没用的傻子，生个孩子都这么麻烦。我奶奶也坐在地上哭，喊着自己当初可是花了5000块钱买来的我妈，现在就连个孙子都生不出来。看着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让我妈去诊所的意思，我跪在地上抱紧着我爸的腿，我哭着喊着说救救我妈吧，求他带着妈妈去看大夫，我以后赚钱都还给他。我妈却一脚踢开我，喊着我妈是个赔钱货，我也是赔钱货，说我们都是来讨债的。那一刻我的心脏骤然的紧缩，我不知道是害怕弟弟生不出来，我爸会把我卖掉，还是我害怕妈妈会死。我疯狂地跑进去，进去的刹那，我就看到我妈一双手紧紧地攥着褥子，身下早是一片血红。我吓得捂住嘴，
下意识地叫了一声妈妈。我妈也不知道是听到我叫她了还是怎么的，突然就看向我。这房间里顿时只剩下我和我妈，我还能听到奶奶在外面骂着我妈，说连个孩子都不会生。我哭着扑在我妈跟前说我怎么办呢？我喊着说不要妈妈死。这一刻我才明白，这个我厌烦的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。可是就在我痛彻心扉的时候，她却突然喊了一声，那声音坚定而又颤抖。我诧异的抬头，就看到我那一直傻里傻气的妈妈仰着那张惨白的脸，此时却突然一把揪住我的手。那双总是迷糊的眼睛此时变得清明了几分。她咬着牙看着我，孩子，用剪刀给妈妈剪开。那一刻，我甚至觉得我妈妈并不傻。我颤抖地拿起剪刀，几番的犹豫，却最终在妈妈的尖叫声中剪开皮肉，看着那皱巴巴的孩子生出来。那一晚，我爸和我奶抱着婴儿在笑，而我趴在炕上用草木灰给妈妈止血，我一直在哭。从那天起，我知道我不可能被卖掉了，我对妈妈也多了几分的依恋。只是她又傻了，就跟以前一样，再也不像是那天生弟弟时清楚地跟我说话。我原以为这样的生活能一直下去，直到我上高中，却不想我弟弟满月的那天，我爸带了一个男人来。这个男人瘸着一条腿，一瘸一拐地走进来，一进来就瞪着那双死鱼眼盯着我。我被看得浑身发毛，赶紧跑，却不想我人还没跨出一步，就突然被我爸揪住领口。然后在我疑惑的时候，他说出那句让我几乎万劫不复的话。他说，那就这丫头啊，7000块钱不多吧？你看这长相多水灵，也就是瘦一点，你这多少喂一下就长起来了。要不是我媳妇儿管不了吧，我也不至于现在就把她卖了当童养媳去。这话落地，我几乎瘫软在地。我吓得抱紧我爸的腿，大声的求饶。我哭着喊着，我以后不多吃饭了，我能去下地干活，以后长大了还能赚更多的钱。我爸却一脚踢开我，他一巴掌打在我脸上，我脑袋嗡嗡的摔在地上。他说现在就是我给家里挣钱的时候，他说只有把我卖了才能给我弟买个好媳妇儿。我就像个死狗一样的趴在地上，那个瘸子上前来就扯我的衣领，我疯狂的挣扎，瘸子从我的后背上跺了几脚，我头昏脑胀的被他提起来。我眼泪横流，透过乱七八糟的发丝看到我爸数钱的那张脸，恨得咬牙切齿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我不明白，第一次觉得虽然我是女孩，但是我不想当一个商品。我疯了一样的转过头，咬在瘸子的大腿上，瘸子疼得用拳头朝我头上打，我被打得头昏眼花，却死命的不放开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一个粗布衣上的身影，是傻妈，她飞奔而来，扑在我身前，用力的环住了我。她说她替我去，她还说她生过儿子，这就能再生儿子。她还说我没有发育好，根本就生不出孩子。我仰头看着傻妈愣住了，她的眼神清亮，语气坚定。那一刻我甚至觉得她并不傻。再后来，傻妈真的替我去了，她走之前紧紧地抱着我，说让我好好的。后来听说她又给那家生了一个儿子，只是可惜她要带孩子，一直没再回来看过我。
之后我辍学之后就一直在家里干着农活，直到几个月前傻妈被那家租到我们村子的林华家去，听说又生了，只是昨天生完孩子突然又犯病了，竟然给井里下药毒死了那么多人。对了，警官，我家里人现在都死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被孤儿院什么的收养啊？我已经好久没去过学校了，我才15岁，我想去学校上学。我缓缓地抬头，看着面前的警官，恍惚地眨着眼睛，眼泪从眼眶中涌出来，我默默地擦了一把。这审讯室里的灯光太闪了，刺出眼泪。李警官凉薄地扫了我一眼，随即翻着手中的纸张，然后推过来一份文件。我疑惑地接过来，刹那间我的手颤抖不已。白纸黑字映入眼帘的那刹那，我闪着眼睛，浑身颤抖，无数的尖刺从心底丛生，眼泪忍不住地往外涌动。我疯狂地拿起面前的纸张，用力地撕碎，嘶吼着把碎纸屑扔了出去。我嘶吼地大叫着，那不是我，根本就不是我，我没有杀人，杀人的是我妈。那老鼠药的瓶子上怎么会有我的指纹？混乱中，我被人按在地上，我被送进一所医院中，他们不由分说地给我扎针，在我的头上贴上乱七八糟的贴片，意识越来越模糊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在医院里，我看到医生和旁边的警员说出另外一个故事。他说，昨天在林华家杀了人的是我，而我妈在4年前我弟弟出生的那一年就死了。那年我妈替我被租出去，可是妈妈是个傻子，她在一次发病的时候跑到山上，不慎跌落山崖，摔死了，尸骨都没有留下。之后就只剩下我，而我以为弟弟出生后我就可以得到重生，却没想到弟弟刚大一点，我爸因为家里没有人能照顾弟弟，竟然还是把我卖了。那天下着大雨，我被我爸提着头发揪出去，按在一个3轮车上，彩色的布带子缠着我的手脚，就像是固定着一个畜生。后来我被拉到邻村，我哭了一路，以为终究是要提早的嫁人，虽然对象是个瘸子，却没有想到这事儿根本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那天正是我地狱的开始。我到了瘸子家之后，就被拽进土房子里，他家比我家更穷，只有一个破房子和一个土炕。我这才知道他们因为没钱，所以借钱买的我，因此他们对我更加的怨恨，每天不是打就是骂，而我只要稍微的反抗，就会被他们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，但是却不敢真的把我弄死，毕竟还得指着我生孩子。而我要嫁的也不光是瘸子，还有瘸子的3个兄弟。我嫁了4个男人，知道真相的那一刻，我几乎疯了。可是我妈死了，再也没有人能保护我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白天得没命的干活，不时的还要挨打，而晚上我还要耻辱的受尽折磨。我以为这就是最可怕的了，却没想到根本就没完。我怀孕了，那个期间我度过安稳的9个月后，生下了儿子。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是谁的，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不过他们并不介意，就都叫爸爸。我原以为这就是地狱的尽头，也以为我的噩梦终于结束了，却没有想到人心的恶臭根本就不止于此。他们觉得我一个女人就花了7000块钱，实在是太不值了，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把那7000块钱给挣回来，而我就变成扭花女。
在孩子刚满1岁断奶的那天，我就被送到我们村的林华家，他们把我租了出去，想让我给林华家生个儿子。我仅有的羞耻心告诉我，这和畜生无异。我奋力的挣扎，却被打了个半死。之后我不得不妥协。我到他家的第1天，他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价格太贵了，所以打我泄愤。之后的每一天里，我被关在黑洞洞的小土房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人可以当成畜生养。只是不一样的，畜生还可以一天出去放1次风，而我不配。从那天起，我每天都被恶心的几乎要发疯。从那天起，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反而更像是一个畜生，一个即将被配种的畜生。父子2人不间断的，在他们的眼睛中，我就是一个被他们买来下宰的牛羊。没多久，我怀孕了，但是我并没有被放出来，依旧是吃喝拉撒都在那间屋子里，臭气熏天。那9个月，我坐在土房子里低声的哭泣，精神压抑的几乎要死去。后来，终于在一个夜晚，我在土炕上顺利生下一个女儿。我颤抖着看着那孩子，那一刻我清楚的明白，或许我又要回去再租给下一个人了。可是那孩子毕竟是我亲生的，我怎么能不心疼呢？我轻柔地抱着孩子，看着他那皱巴巴的模样。我想他起码要比我幸运一些，毕竟这林华家看起来条件比我家要好，应该不会让他很小就被卖掉。以后他的生活想必会好过一些。我热泪盈眶地抱着孩子，落了一滴泪水，轻轻地亲了亲他，也算是告别。我只想让这孩子过得比我好些。可就在那时，林华却突然扯开了我，然后迅速地提着那孩子按进了尿盆里。我尖叫着从土炕上爬下来去扯林华，他却扇了我一耳光，然后抬脚一脚把我踢得摔在一边。他嘴里骂骂咧咧地骂着我没用，生了个女娃子，白花他2000块钱。我哭得声嘶力竭，拼命地求他放过那个孩子。我尖叫着求他，我说我可以再生一个男孩，别弄死我的女儿。可是那孩子在哭了几声之后，终究是没有了声音。我低低地哭着，看着林华猩红的眼睛，他一直在怒骂着。他说这个孩子没成，我得再生一个。我疯狂地去拽那个孩子，却只换来另外的一顿毒打。他踩着我的头，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地上，死死地看着那个孩子。沾着尿的孩子再也没了呼吸，我紧紧地抱着他，声嘶力竭，却没有用了。那一晚，他们气愤地把我这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丢在土房里，不管不问，而他们则是去房间里吃饭了。那天是大年夜，他们欢声笑语，我的孩子没了。在他们看来，甚至这都不算是一件事情，甚至觉得太晦气。外面灯火通明，而我那渐渐没了温度的孩子却是那样的黑暗冰冷。那晚我抱着孩儿告诉他们，我要去把他埋了。他们一家都懒得理我，只是应了一声，说让我埋得远一点，太晦气。我抱着孩子一步步地走向村口，看着那棵大槐树，再看了一眼把我租出去的家，冷笑着。凭什么女人就不配为人吗？凭什么我就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？我的孩子都没有选择活的权利。我低哑地哭着，就连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摇摇晃晃的我跟个恶鬼一样。
我走到村里唯一的井边，倒下2瓶从林华家里找到的老鼠药。结束吧。我疯狂地笑着，瘫软在地的我因为产后的虚弱晕倒，直到被抓进这里。我略垂的头抱紧着膝盖，眼里迷茫而有空洞。我说我是被迫的，我才17岁。我呢喃地说着，眼睛里有液体在往外游。警官却满脸冷然地扫视我一眼，然后看向旁边的医生。这可以出诊断证明了吧？警察淡淡地问医生，并没有回答我的话。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略略地点头，先是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仪器，然后再看了我一眼。这不是精神分裂症，装的。等下我出好证明给你。医生的话落地，我浑身颤抖地抬头，疯狂地嘶吼着要去抓医生，却再次被按住。明明我听说过的，精神问题是不用坐牢的，为什么？林楠，仪器是骗不了的，而且你的供词和另外一个人的也对不上。对了，那个人看到新闻想来见你，他叫周素素。警官的话音落地，病房的门缓缓地被人推开的刹那，我的身子僵直了。怎么会是他？他不是死了吗？是我的傻妈，他坐着轮椅被推了进来。他眼眸暗沉，但是却丝毫看不出半点痴傻。我愣在了当场，警官却递给我另外一张笔录，是我妈的笔录。我叫周素素，是林楠的母亲。我是大学毕业找工作那年被拐到林家村的。从到林家村的第1天开始，我就拼命地想要逃走，可我换来的是一顿一顿的毒打和没有尽头的欺凌。后来我怀孕了，我无数次想打掉这个孩子。我从高处跳下来，用力地捶打自己的肚子。这些我都试过，可是这孩子命大，一直都没有流产的迹象。直到月份大了，他有了胎动，我终究还是不忍心了。即便是我活在地狱里，却还期待着他的降生。后来我的孩子林楠出生，他是我第1个孩子，也是软化我逃跑决心的人。那时候的我虽然不能确定一定能逃走，但是对林家村的地形也是有点了解。可是看着他，我没有把握能带着婴儿逃跑，也不敢去用性命做赌注。我被抓到了，最多是个死，可是他，我怎么能去赌呢？而且就算是我逃跑了，报警了，我的孩子也要不过来。我舍不得他。后来我甚至想要就这样过一生，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在1岁的时候，那个可恨的男人竟然把我给租了出去。我的精神开始不断地被压榨，身体在我这里变成了道具，生孩子的道具。我疯了，精神陷入问题，有时候正常，有时候疯傻。只是他们没有人会带我去诊治，我只能进一步的恶化。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变得不正常，有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可是有时候我却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乱七八糟的翻涌记忆。我只记得我有一个女儿，她叫林楠，她是个可怜的孩子。为了不被租出去，我像个恶狗一样的咬人，然后我把自己弄得臭气熏天。终于我租不出去了，
同样是出钱，谁愿意要个我这样的女人？而且我浑身臭烘烘的，甚至会在他们来欺负我时拉屎撒尿，所以我避免厄运。我还是时正常时疯傻，可是我却也在抓紧我正常的时间里拼命地爱着我的孩子。他也很爱我，很愿意陪着我，他笑的时候真的很可爱，我也愿意跟他一起在村子里玩泥巴，玩所有他愿意玩的游戏。那时候我真的很开心，只要他笑我就开心。我以为我就会这样过一生，可是我没想到我的宝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。他变得讨厌我，厌恶我，甚至恨我。他不再喜欢我的存在。那个时候我疯疯癫癫的，却为了记住我的宝宝，用刀在胳膊上刻下林楠的名字，一遍又一遍，那样的疼痛会让我清醒地记住女儿。我要记住她是宝宝，我怕我忘记她。我可以接受自己变傻变疯，但是我不能接受自己忘掉她。那天我去替她送雨披，她怒吼着不想再见到我。我很伤心，却也明白我的女儿长大了。我想她可能只是进入青春期，多少有点叛逆，可是我的身子有时候还是不听使唤地出现在她面前。我也讨厌这样的自己，所以我带着一枚钢针，每次自己不听使唤地跑到她身边时，就用力地扎自己，让自己清醒一些，别去打扰她。之后因为钢针的刺激，我就能稍微的清醒一点。我躲起来了，我想就这样暗暗地保护着她也好。可是我没想到，那天我坐在槐树底下看着家的方向，她又来找我了。她第一次主动地抱我，我的心都软了。在听到她要被卖的那一刻，我疯疯癫癫的脑子里清醒了一刹那。我告诉自己，我要保护宝宝，即使要去做自己恶心的事，反正我已经这样了，再坏的情况还能怎样？只要是为了他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可是我从没有想到，我一直视作生命的孩子竟然是个吃人的狼。我强迫着自己接受所有的恶心，终于我怀上那禽兽的孩子。我只想生个孩子，我的宝宝就能平安地长大。可是我却没有想到，生产的那天，我被视作生命的孩子化身为狼。也是他第一次向着我亮出他的獠牙。我哭着喊着说，宝宝，帮我把手伸进去，把孩子转一下，拽出来就行。他却走近我，靠近我的耳边。他说，妈妈，拽出来的话，弟弟会残疾的，我需要这个弟弟，所以再帮我一次吧。然后他拿起了一把剪刀，像个魔鬼一样剪开我的下身，取出这个难产的孩子。甚至在看到是男孩时，那个我疼入骨血的孩子，他笑了。他抱着那个孩子，丢下疯狂流血的我，跑出去报喜。那时好像所有人都忘了我这个生孩子的傻子。我的脑子因为那时的疼痛变得分外清醒。我爬到地上，徒手从地上的炭火盆里掏了草木灰，捂在流血的伤口。我疼得眼泪直流，却再也没有哭喊。也许我的身体的疼痛在那时并没有心里的疼痛更痛。那天之后我意外地活下来，而我的脑子又开始变得迷糊痴傻。我甚至在那天之后又开始自我安慰，我告诉自己，他只是为了自己不被卖掉。那不也是我想要的结局吗？我想只要他是安全的，也算是一个最好的结局吧。毕竟我是母亲，我就要担起母亲的那一份责任，
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孩子满月的那天，他还是面临被卖掉的命运。他跪在地上，抱着他那禽兽父亲的腿直哭，被打得狂哭不止。这时我的脑子又清醒了许多，我用钢针用力地扎在大腿上，疼痛瞬间袭来，我脑子更清醒了。我也扑过去求他说放过宝宝吧。我喊着说出我以后什么都听他的，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可是就在那一刻，我的女儿突然站起身，扯住我的胳膊。她大声地说：我妈可以租出去，我家都有弟弟了，我妈可以多租几次，我还没来月经呢，爸爸你再养我2年啊。那一刻我愣住了，我看着那个我一直刻在心上的孩子，浑身僵硬。我最后一次紧紧地抱住他，我说我愿意去当纽化女。那天在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天，我再次被租出去。我知道我当初生的那个小女孩，她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，她只是借着我的肚子出生的恶狼。她和她的爸爸，她的奶奶和一整个村子的人都一样，他们都感觉不到爱，更加的不会爱。自私似乎已经刻到骨子里，融进血液中，即便我把心掏给他，他也不会怜惜。我最后一次对着他流泪，他却哭了。他说：妈妈，谢谢你替我，都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却用力地抠开他的手，再也没有看他一眼。被租出去的那天，我知道我再也没有什么留恋了。我被租到了同村的一家，我乖乖地做着一切，我用钢针扎自己，让自己清醒。大腿上满是密密麻麻的针眼，几乎没什么感觉。我就换个地方继续刺。我要装傻一点儿，但是我的脑子必须是清醒的，因为我要逃出去。在这村子里，我待了太多年，我熟悉这里的一切。当初有了孩子之后，是我自己没有了逃走的欲望，可是现在不是了。就算结果是死，我也要逃出这人间炼狱。而现在因为我的装傻，没有人对我有防备，毕竟我乖顺的不行，只是脑子疯傻。所以在我待了2个月之后，我疯疯傻傻的从他家出来，上了那座我以前总是疯跑的山。他的家人在我一夜未归之后，开始疯狂的找我，而我因为走的时候从他家里偷了点钱，还拿着很多馒头，就钻进以前发现的山洞中。我足足的待了4天，饿了就吃馒头，渴了就喝石壁上滴的水。后来他们不找了，喊着说我是摔到山下面去了，估计那尸首都被动物吃掉了。我还听到他们为我大打出手，我就知道逃跑的机会到了。我还是拿着那根钢针，每当我脑子乱的时候，就用针使劲儿地扎自己。然后我趁着夜色换了一套带出来的干净的男人衣服，再戴了一顶破帽子，然后走了1天1夜，又一路走到镇上。因为待得够久，我已经能够流利地说当地话，我操着口音上车。可是我的脑子还是太乱，即便我一直用钢针扎自己，也只是能让自己保持清醒而已。这些年我唯一的记忆就是爱孩子和逃跑坐车离开。后来我从车上下来之后，胡乱地转到一个县城。我找不到家，我不记得家在哪儿，不记得父母是谁，甚至记不得我自己的名字。钢针即便再怎么扎也不管用了，我又开始疯疯傻傻地在街上游荡。幸好我被好心人看到样貌，联系了我这么多年一直发布寻人启事的家人。我终于回家了，可是我的精神问题还是太严重，我记不清路线，记不住村镇，
甚至记不清楚名字，我只是一味地重复着林楠。可是林楠太多了，而且他们都以为那是人贩子的名字，根本就没想到那是我的孩子。我的报警没有什么用处，就连警方也得不到我嘴里的可靠消息。而我的父母在我回去的那天刚刚下葬，他们终究是没有再见到我，更没有得到我被找回来的消息。我那个年幼的弟弟两鬓斑白，他操持一切，撑起我那个因为我而支离破碎的家。那天他见到我后哭得声嘶力竭，我却说不清楚一句连贯的话。因为我的精神问题，还是不能够清楚地交代情况。我被送到这所医院里疗养了2年，我的家人们都在等待我治好精神疾病，就可以当人证回去救那些可怜的女孩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在我即将恢复的时候，会在医院里看到你们带来我的女儿。也是这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个村子的拐卖事件被关注了。所以我来作证，来指认这些禽兽。我的精神已经恢复了，有诊断证明，请法律制裁他们，救救那些女孩。笔录看完了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出眼眶，一滴滴地打湿这份笔录。我浑身颤抖，缓缓地抬头看着妈妈，她那双眼睛空洞冷静地落在我身上，再也不像当初的风沙。林楠，没想到你会跟我一样在一所医院里。今天早上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疯了，就想来看看你。还好你没疯，只是孩子，你知不知道2瓶药而已，一井的水根本就不致死。他的话说完，重新看向我。他们因为集体中毒，只能去到医院里。大量中毒事件让医院报了警，警察出警进了刘家村，反倒是引起了关注。被拐的女人是因为大家都中毒而没有人看管，所以都涌出来喊冤求救。而今天我就是来作证的。他看起来虽然憔悴，可是比之前已经好看很多，声音平稳冷静，却不见以前的柔和。我缓缓地趴下来，双手不再挣扎，也不再像个野兽一样的呼喊。我低低地笑出声来，看着已经不再痴傻的妈妈，眼眶有温热的感觉涌出来。我软软地趴在床畔，任由那泪水肆意地流动。我闭着眼低声地哭泣，却感觉到一双手轻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。我僵硬地抬头时，看到妈妈推着轮椅过来，她嘴角是笑，可是却再也没有那时的温暖。她笑得温和但又疏离，不像以前的温柔亲切。她叫我林楠，而不再是憨厚的叫我宝宝。他扬起手臂，一柄粉色的带着蕾丝边的雨伞从他的手中递过来。我却愣愣的没有接，只是看着那柄雨伞浑身颤抖，哭出声来。他说：林楠，去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吧。我还是从医院被带回警局，然后一桩桩一件件的都交代出来。我因为杀人未遂被判了刑，而也是因为我杀人未遂这件事儿，开始演变上了新闻，独占热搜。林家村乃至隔壁的几个村子拐卖以及买卖女儿，其案情的严重残酷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批判。整个社会都因此沸腾了，林家村周边的所有村镇上，
所有买过女人的都被捕了，还由此抓到一系列的人贩子，买卖同罪，他们的刑罚只会比我更加的严重。而那些被买卖的女孩，被外地拐卖的都回家了，而被父母拐卖的都被送到妇女儿童救助中心。他们可以接受良好文明的教育，会认识到法律，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。辍学的都可以重新上学，成年的大多带着自己生下的孩子重新开始在城市中找工作，靠着自己的双手去接纳新的社会。而我那个弟弟因为奶奶也被抓了，所以被送到福利院，而我坦然地接受这一切。法院宣判那天，我竟然第一次感觉身心前所未有的轻松，这一切就好像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可怕。因为有我去村子里的指认和揭露，所以法院对我的刑罚从轻处理。可是遗憾的是，宣判的那天我妈没来。我想她应该恨我，恨不得不想再见我一眼。毕竟我本来就是禽兽的孩子，还一次次的利用她，伤害她。那年我总觉得自己可怜，自己无辜，可是我却忘了我是怎样去伤害那个疼我的妈妈。她才是最无辜的一个。如果没有被拐卖，我妈妈原本是大学刚毕业，面向阳光的女孩，而不是深陷囚笼里被欺辱到精神出现问题。所以在我得知自己的惩罚后，我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终于可以赎罪了，赎了对妈妈的罪。在那里，我安静地接受改造，慢慢地明白遇到事儿要拿起法律武器。如果当初我想办法报警，就不会受责，冲动行动反而害了自己。后来我表现良好，减刑提前出狱。出狱的那天，阴霾的天空放晴了，我透过遮阳的指缝看到以前上小学时书里的高楼大厦。我不知道我还配不配拥抱他们。这座城市多美啊，多么的繁华美丽，是我妈妈以前生活的地方。如果没有我，她是不是早就可以逃离那个窒息的村子，回到这里拥抱阳光？就在我消沉的时候，我听到一声清脆的童声，喊着妈妈。我下意识地转头，看到一个穿着白裙的熟悉身影，牵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男孩，冲着我笑着走来。他扬了扬手里拿着的一柄粉色蕾丝的小花伞，唇边带着笑容。透过那笑容，我似乎看到那个下雨天满身泥泞的他，拿着那个灌满母爱的蛇皮袋子。他说：宝宝，妈妈带着你的宝宝来接你了。